30毫秒，这是你大脑把镜子里的自己误判成入侵者的时间，比你眨一次眼还快10倍。蒙床尾摆面镜子，半夜你迷迷糊糊睁眼，那块负责侦测威胁的脑区会在30毫秒内先尖叫一声有人，他根本来不及确认那是你自己。老祖宗说，镜子对床招阴，招来的不是好兄弟，是你自己每晚被偷袭几十次的警报系统。等这支看完，你今晚走进卧室，不用买任何东西，10秒就能判断你那面镜子是在害你浅眠还是无害。我镜子对床招阴这件事很可能是真的，只是招来的东西不在镜子里，在你颅骨里那块30毫秒就开火的杏仁核。我会给你3个绝对不能摆镜子的禁区。当玄叔在旁边翻白眼说，这不怪你，怪当年叫你摆镜子的人，没问过你半夜会不会被自己吓醒。哈喽，我是不带罗盘的风水师王旭内欧。因为我做的事很简单，就是把老祖宗的风水翻成你听得懂的环境心理学跟空间科学，不收金不卖符，只给你能自己验证的东西。如果你也受够了那种讲不出原理，只叫你照做的玄学，点个订阅，把小铃铛打开，我们一起把每一条老规矩拆到见骨。好，镜子这题，我请了我频道里常吵架的炼丹3派来轮番上场。佛先上场的是科技派，他们开口第一句就反直觉，你怕的不是镜子，是你大脑演化了几百万年的侦测偏误。他们说，有研究指出人的视觉系统对依恋有一条超高速捷径，还没经过理性判断，影像就先被丢进警戒脑区检查。镜子在昏暗中反射出一团人形，系统不会先想那是我它先假设那是别人你宁可错认100次，也不能漏掉真正一次危险。这是活下来的祖先留给你的设定。科技派讲了一个很细的场景，当一位在科技公司上班的观众搬进新租屋，床尾正对一面落地镜，他没觉得哪里不对，只是连续2个月，每天清晨4、5点会莫名其妙醒一下，心跳很快，却说不出在怕什么。后来他把镜子转个方向，问题就没了。科技派说，这不是镜子里有东西，是他半夜翻身，眼皮微张那一瞬间，镜中动了一下的影子，被那条高速捷径判成环境有变异，直接把他从浅眠拉回警戒。科技派把话收回来，给了第一个封印。他们说，真正的关键不是镜子，是你睡觉时大脑根本没下班，那块脑区整夜在扫描环境的逃生路线。镜子制造了一个会动、会出现人形却无法被确认的物件，等于整夜为警戒系统假情报。他们给这个现象一个名字，叫镜像威胁误判5。完整讲，就是30毫秒威胁侦测。你的杏仁核在30毫秒内把镜里的你先当成了闯进来的别人。唤醒杀派上场，他们一开口就更狠，别只想狂，真正最毒的镜子是你半夜一定会经过却不会清醒的那条路线。他们讲了一个极端案例，有户人家走廊尽头摆了一面大穿衣镜，正对住半夜起来上厕所的必经动线。家里老人家连续说了好几个月，半夜走到那边
A 看到有人站在那 A 吓到不敢喝水，整夜憋住。二家人都当他是年纪大的眼花，差点带去看精神科。活刑杀派说，你猜后来怎么解决的？没请人没做法，就把那面镜子搬走。老人家一看到的人 B 当晚就消失了。为什么老人家特别严重？因为半夜刚睡醒，大脑还在半关机状态，理性判断最慢最迟钝，那条30毫秒的威胁捷径却照样全速运转。黄昏暗加睡眼惺忪，镜中那个跟你同步移动的人形，大脑根本来不及贴上一，这是我贺的标签，只来得及贴上一有入侵者贺。活刑杀派下封印，他们说老祖宗讲镜子对到动线，对到门会招阴，观察一点都没错，只是当年没有脑科学的词。所谓招来的阴，其实是你在最没有防备的半夜，被自己的反射影像反复触发的假入侵警报。他们把这个叫 A 假入侵者效应。镜里那个不是好兄弟，是你大脑在30毫秒威胁侦测下亲手捏造出来又吓到自己的假入侵者。最后财务派把话题拉到你身上，他们一开口就讲钱跟你的命。你以为镜子只是吓你一晚，他每晚偷走的深邃正在掏空你白天的判断力跟钱包。他们算了一笔账，一个人若床为长期被假警报干扰，深邃品质下降，白天就容易烦躁，决策变差，容易冲动消费，容易跟家人吵架，把你花大钱买的乳胶床垫、助眠香氛全被墙上那面几百块的镜子抵消掉。财务派说了一个让人坐不住的场景，我一对夫妻主卧更衣区的大镜子，角度刚好在床上躺住就能瞄到，两个人都睡不好，都易怒，常为小事吵架，还互相怪对方脾气坏。后来只是把镜门装上一块布帘，睡前拉起来。2个礼拜后，他们说最近怎么比较不会为小事炸毛会？不是感情变好，是2颗大脑终于不用整夜对住镜子里的假入侵者站岗。财务派下最后封印，把3派的话锁在一起。他们说，镜子真正的成本不是风水上的吉凶，是它让你的大脑一辈子付不完的逼警戒税会。每一个你睡觉看得到镜子的夜晚，你都在缴税给那个并不存在的入侵者。他们把这个叫警戒税效阴和。你以为省下了买窗帘的小钱，其实正用深邃、用情绪、用判断力，在30毫秒一次的频率里，默默把它缴了回去。3派吵完，结论其实一致，本镜子本身没有阴，没有好兄弟，但老祖宗那句警告值得你听，因为人类大脑那条30毫秒的威胁捷径，在你最脆弱的半夜不会关机。所以重点从来不是镜子贵不贵、好不好看，而是它有没有出现在3个会让你大脑整夜站岗的位置。接下来我把这3个禁区直接列给你，今晚回家就能对住检查，给你一个过渡前的提醒。你不用怕镜子，不用把家里镜子全砸了，镜子白天照样是好东西。你要管的只有你闭眼休息时，大脑还看得到它意的那些位置。把镜子当成一个会在黑暗里假装有人的小装置，你只要确保它不出现在3个地方，
那条30毫秒的警报就不会在半夜被他反复按下。2号禁区清单记好了，而今晚3个可勾选的摆进禁区。第一，镜子别对床尾与床头。你躺住一睁眼就看到反射，深睡最容易被假警报打断，移开或睡前盖布。第二，镜子别对卧室门与半夜动线，门一开，人一走，镜中就有东西在动，杏仁和30毫秒误判最强，把它转向或加连。第三，镜子别在昏暗走廊独自正对你，尤其家有长辈，半夜刚醒最容易看成站住一个人的3条任意中，今晚就动手。所以镜子对床招阴，招来的从来不是好兄弟，是你大脑30毫秒误判出来的假入侵者。留言告诉我，你家那面镜子现在正对住什么？我猜很多人会发现它刚好踩中一个禁区，觉得有用就点赞收藏起来，今晚对照分享给那个半夜常莫名惊醒的家人。我是内佑，记住这个词，30毫秒威胁侦测。下一支，我们来拆床头那面墙，为什么换一面墙能差2乘3的深邃？